Hello， 大家看了我之前 vlog 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现在搬来新加坡的 INSEAD 读 MBA 了。今天的视频呢，就想更加细节的介绍一下 INSEAD 的 MBA， 希望对想要申请的朋友也有一个参考。我是觉得每个学期的 vibe 和感受真的好不一样。我现在先从第一个学期 P1 来说起吧。主要是从几个大的方面吧。首先是从 academic 方面，像我们前2个学期的话，学校会给我们随机分配 study group， 这个 study group 真的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学校也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上面。一个小组里面不会有重合的国籍，性别也是基本上2个女生3个男生这样子，每个人的背景也会尽量不太一样。但是 INSEAD 就是众所周知，可能咨询比较出名，所以每一个组它好像尽量都会放一个是咨询背景的同学。我是非常幸运遇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学习小组。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学习小组的话，有一个韩国哥哥之前是在韩国工作，算是做企业的战略吧，还有一个印度男生是之前在印度的机动车行业工作，一个美国男生，不过他算是 global citizen 吧，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生活过，也做过非常多的工作，他的故事简直是都说不完，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德国女生，不过她是德国和西班牙的混血，在麦肯锡工作。我们整个 team 的合作氛围也非常好，我们也会组织每个月一定要出去离开学校这个方圆几里吧，要去稍微远一点的很好的那种餐厅一起吃次饭。当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有一些摩擦，每个人都足够成熟，最后可以作为一个团队好好的工作下去，作为一个小组去工作，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第一个学期上的一些课，主要有6门课，那我一个个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叫 UDJ， 我觉得学校特别愿意起一些特别 fancy 的名字，但其实就是什么 Introduction to blah blah blah。 UDJ 其实就是统计的课，本科的时候也都学过的，但是我觉得 MBA 的课程和本科时候的课程上起来的感受非常不一样，所以即使是本科商学院出来的学生，我觉得过来学习也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那些书本上的统计知识其实还是挺好学习到的嘛，你随便上网上找找资料都能学习，所以其实教授在课上面真正讲这些知识点的时间并不多，相反他会运用很多的实例和 case 告诉你这种统计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工作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运用。 MBA 我们经常说的是比起知识本身，是把我们所有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放在一起，在一个教室里面去讨论，去碰撞出火花，这个过程才是真正 MBA 最宝贵的过程。我就不剧透太多了，如果有之后想要来读书的学弟学妹的话，但是老师会在课上和我们 gambling， 还会玩各种游戏，也会给我们看一些小的片段的电影啊等等之类的吧，就会让我们知道枯燥的那种统计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非常实用的。第2门课呢，其实就是微观经济，我们叫 PM Price and Markets， 这也是本科的时候都学过的课嘛。不过我也觉得 again 就是老师会运用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子，让我觉得经济学不只是纸上谈兵，不是说离我生活非常非常遥远，是每一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影响到我们各个决策的一门学科。老师也会在课上用真钱和我们去玩一些游戏啊。然后我们也有一节课是 Game Theory， 就是各个组之间的一些比赛啊、竞争啊什么的，就是还挺有意思的。下一门就是 FME， 其实就是金融课。 Finance 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难，所有的 Finance 课我学的还是蛮吃力的，有的时候老师运用到的课上实例可能是当天或者是前一天刚刚发生的事情，第2天他就会给我们在课堂上讲。下一门呢就是战略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这是最正常的一个课名了，没有给它起什么 fancy 的名字，但这节课也超级有意思。因为我来读 MBA 还是之后想去做 consulting 嘛，我觉得上完这节课更加坚定了我想去做 consulting 的一个决心。每一堂课我们都会分析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公司，有大到什么宜家呀，大家这种耳熟能详的公司，也有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或者是还没进入大家视野就死掉的公司，还有老师自己亲身工作过的一些客户都会拿来给我们做分析，真的能觉得老师非常的用心，每一节课他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比如说有一节课就讲着讲着突然就说，那我们要有请一下这个 case 的 CEO 过来讲一下他当时是怎么创业的。然后我们一想啊，还会有 CEO 来吗？其实他是提前跟同学们打好招呼，然后让他们 role play， 每个人他会扮演一个 CEO 的角色，用 CEO 的口吻去说一下我的经历啊，为什么我要创办这个公司啊什么之类的。 I'm the co-founder, CEO and president of Linear. But I love INSEAD and I'm very jealous. One for pouring, one for drinking. I
I was the CEO and chairman of American Airlines. 还有一堂课是分析到一个非洲的国家的一些什么什么案例，我们也会每个人带上 VR， 真的去看到那个国家，然后那个海滩是怎么样的，我们再去分析。还有我们做了一个红酒的案例，老师说着说着就真的把这个牌子的红酒拿过来给我们品尝了一下，就说我们必须要尝过味道才能知道这个公司怎么样，什么之类的。属于这堂课里面也算是 P1 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 Master Strategy Day MSD。我之前也录了一期 MSD 的具体的 vlog 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主要就是给我们一个 case， 现在的一个公司遇到的困难，这个公司的 CEO 也会过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24小时之内我们要做出一个方案，要 present， 然后还会比赛，最后选出冠军这样子。你会知道在时间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小组每个人的可能比较急的一面都会展现出来，那个情况下你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还有一门就是 Financial Accounting， 但是这节课我听说是不太有意思，因为我本身就是会计背景，我这堂课就 waive 掉。但是讲心里话，会计本身很难把它讲得很有意思，对吧？还有就是 OB， 这节课也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一共有2门 OB 课，我觉得第一个学期更多的是去培养我们个人的一些行为的理论，但是第2个学期的话，可能是一个组织行为或者是一个什么 org structure 啊那个方面的会更多一些，我下个视频会讲。所以第一个学期对于我们个人的行为学的这种讨论，就很多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太注意到过的一些行为，仔细的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行为呢？我们每一节课都会有一个 negotiation case， 这个 case 有的时候会以小组的形式做，或者是1对1、2个人这样子做，它还会配合很多的道具啊、电影啊什么的，所以结束之后真的会非常引人深思。还有一些的话，像是很多我们人生的决定啊，甚至有一些 case 会说现在有份很好的工作，不过你有可能要和另外一半异地这种情况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你有家庭要顾及，可是你的工作也很 demanding， 现在你要和区老板去谈这件事情，你要怎么谈？现在你要和你的 partner 去谈这件事情，你要怎么谈？而且我觉得 MBA 的过程不仅是对我们 MBA 学生本身很 challenging， 对 MBA partner 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 challenging 的过程。我真的觉得 MBA partner 比我们 MBA 要幸福太多了。我们学校真的非常注重这一块，对整个 MBA partner 有一系列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啊，还有服务可以提供给他们，甚至有一些课程，就像这个 OB 课程，老师也会安排一个时间可以给 MBA partner 去上课。以上就是第一个学期主要上的一些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 PLDP， 是 INSEAD 的一个特色吧。其实它就又起了一个 fancy 的名字，我感觉就是那种心理辅导，但是没到心理辅导那个层次，有点像 coaching， 但是这个 coach 跟你的 career 是不相关的，可能是跟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一些这种非常精神上、哲学上的这方面的一些 coach。每个人可能对 PLDP 的评价都不太一样。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称不上说感受特别好，但我觉得不差，也还不错。不能说是他真的 coach 我、指导我的感觉，更多的是我们2个人会有这种交流，然后都是 self reflection 吧。像这个 PLDP 的话，它有 group coaching 和 individual coaching。group coaching 的话，更多的是讲我们这个 team 一起工作的时候的 vibe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摩擦。就像我说的，无关乎这些所有的学科。作为一个 team， 5个来自这么不一样的背景的同学放在一起去工作，这就是一个学习和非常 challenging 的事情。individual coach 的话，就更多是你最近有什么人生烦恼啊，时间规划的怎么样，你对 MBA 目前的感受如何。在此之上呢，我还有上一个法语课。熟悉 INSEAD 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们是必须有3门语言才可以毕业的，但是第3门语言可以是 beginner level。其实我本身已经满足了，因为我的中文和韩文都算是我的母语，还有英语的话，其实我已经满足了。但是 INSEAD 毕竟是一个法国学校，我之后也会去法国交换，其实还是非常想学一点法语。学校的这个语言课又是免费的，我就想那为什么不上呢？所以去要求了一下，我就当 volunteer student 可以去听。如果最后我的考试什么都通过了的话，也会在毕业证书上多写1门语言，就看起来也挺酷的。那像学校提供的语言课呢，有一些同学会在开学之前上一个 intense language program， 集训1个月左右，这样平常上课的时候就不太会占用时间。这个法语课其实还挺 intense 的，每周要上3到4节课，大部分都是在午饭的时间。学1门语言，我还是从0开始学起，确实占据了我很多时间。说到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大概的 schedule 就是早上8点半开始上第1门课，上午大概有2门课，12点之前会结束，中午有2个小时的午休，下午的课一般从2点开始。如果下午有2节课的话，可能5点多会结束，有的时候1节课的话，那3点半就会结束。每天的 schedule 都差不多这样。晚上的话可能会有各种活动啊，或者是同学们有什么聚会啊，就会去一下。所以其实每一天看我的 schedule 都是满满的。
那现在就说一下在第一个学期的一些日常生活以及参加到的一些活动吧。因为我们第一个学期9、10月份的时候，刚刚是上一届他们求职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会到学校来，我们也是可以去参加，去 network 一下。所以 PE 很多时候下课了之后都会去参加公司的这种活动。还有就是我尽量还是让自己保持每天去健身，健身这个一停就很难再捡起来了。学校也有免费的健身房，还蛮好的，每天会有免费的健身课，中午12点到1点和晚上5点到6点，每天的课程都不太一样。我们这届搞了一个叫 Themed Friday， 就每个周五我们会有个主题，按照那个主题去打扮那一天。这个 Themed Friday 就很有意思， Flower 主题的， Zoom Meeting 主题的，就是上面穿的是衬衫，下面穿的是睡衣。 Pride 主题的，而且每个周五几乎都是大家推着行李箱来上，周末可能都要去附近的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去旅行啊什么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有点约定俗成的事情，我们学校有个侧门出去到地铁站那边呢，有中间会经过一个小的餐厅，餐厅外面会有室外的那种桌子什么的，每个周五大家都会去那边坐一坐，喝点东西，所以每个人路过了之后都会你们在这儿，然后坐下来喝2杯。就是周五大概从2、3点到9、10点钟，那个桌子一直属于咱们，但是铁打的桌子，流水的同学，大家就是坐一会儿走，坐一会儿走，尤其是周五嘛，然后吹着风就超级舒服，真的是我一周觉得最放松最幸福的时间了。我们同学的有一个小朋友1岁生日，在最后期末结束前，我还组织给他办了一场1岁的生日 party。以上差不多就是整个 P1 的经历了。整体来说，总结一下 P1 的话，我觉得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学业上，跟我的初衷有点相悖。我来 MBA 主要是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求职上面，想在接下来的 P2 我也想在学业方面稍微放一放，更多的时间放在求职和社交上面。这个是整个 P1 下来的感受吧。同学们也是刚认识，虽然还不太熟，但是真的给了我很强的冲击，就是每一个人都太有意思了，完完全全让我对商学院的学生的认知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这一点我会在下一期 P2 的视频里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拜拜。